我工作的那栋大楼只有12层。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，大厅的楼层按键从1楼排到12楼，电梯的电子显示也永远不会超过12。可是我第一次看见13楼，是在一个星期三的凌晨1点13分。那天我为了赶一支影片，留在剪辑室加班。整栋办公大楼只剩我一个人，空调偶尔发出低沉的嗡声，走廊感应灯则一盏接一盏熄灭。我收拾东西准备下楼时，手机忽然跳出一则讯息，寄件人是公司已经离职半年的同事，内容只有一句话：不要搭电梯。我以为是谁的恶作剧，还笑了一下。可是当我走到电梯口，2部电梯同时亮起了向上的箭头。我明明按的是1楼。左边的电梯门打开，里面没有镜子，没有广告，只有一盏白的不自然的灯。我走进去，按下地下停车场。门关上后，楼层数字开始往下跳，12、11、10。就在数字跳到1时，电梯忽然停住，灯光闪了2下，显示板上的数字变成了13。门开了，外面是一条我从没看过的办公走廊，地毯湿漉漉的，墙上挂着一排排公司历年合照，照片里的人全都背对镜头，只有最靠近电梯的一张站着一个面朝镜头的人。那是我。我立刻按下关门键，可按键没有反应。走廊尽头传来印表机运作的声音，一张纸慢慢从机器里吐出来。我不想走过去，却听见自己的手机响了，荧幕上又出现那位离职同事的名字。电话接通后，他没有说话，另一端只有很轻的呼吸声，像有人把嘴贴在话筒旁边。我问：你在哪里？电话里传来他的声音：我还在13楼。我说这栋楼根本没有13楼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回答：以前也没有。走廊的灯突然全部亮起，墙上的照片里那些背对镜头的人竟然同时转过了头。他们没有五官，只有一片模糊的皮肤。照片里的我却慢慢抬起手，指向走廊尽头。那台印表机投出的纸飘到了我的脚边，上面是一份员工名单，最下面一行写着我的姓名，旁边标示已报到。我转身冲向电梯，门却在这时关上了，电子显示板上的13变成一个倒过来的数字。走廊另一端传来脚步声，一步，停一下，再一步。我躲进旁边的影印室，里面堆满了灰尘，墙角放着一台老式荧幕，荧幕自动亮起，播放着公司10年前的监视画面。画面里，一名年轻员工在凌晨1点13分走进电梯，他的脸被雪花干扰遮住，但我认得那件外套，那是刚才电话里的同事。他进入电梯后没有按任何楼层，电梯门关上，显示板从12跳到13。接着，监视器画面里出现了另一个人，那个人站在电梯外，正对着镜头，也是我。我不敢再看下去，影印室外的脚步声停了，门缝底下慢慢伸进来一条影子，它不像人的影子，手臂细长，指尖一直在地板上敲动。我捂住嘴巴，直到手机再次响起。这一次，电话里的同事只说了一句：不要让他知道你还活着。影印室的灯熄灭了，黑暗中，我听见门把被慢慢转动。就在门即将打开时，远处传来电梯抵达的铃声，叮！门外的影子迅速退开，我趁机冲出去，看到电梯门正开着，里面站满了人，每个人都背对着我，
身上穿着不同年代的公司制服。最里面那个人转过身，他的脸正是我自己的脸。他对我说：“你终于来接班了。”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抓起地上的灭火器，砸向电梯旁的紧急按钮。警报声瞬间响遍整条走廊，所有灯光一起闪烁。那些人开始往我这边走来，我冲进电梯，拼命按下1楼。门关上的最后一刻，一只冰冷的手伸进门缝，却在夹住之前消失了。电梯快速下降，13、12、11。我看着数字跳动，直到它终于停在1楼。大厅的保全室亮着灯，保全大叔看见我时，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他问我：“你从哪里下来的？”我指向电梯。他却说，那部电梯从晚上11点开始就坏了，电源一直没有恢复。我回头看，2部电梯的门都紧紧关着，面板上没有任何楼层数字。第二天，我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张纸，那是13楼印表机吐出的员工名单。我的名字旁边原本写着已报到，现在多了一行字：已离开。我以为事情结束了，于是立刻辞职，搬到另一个城市。但搬家后的第一个星期三凌晨1点13分，我家门外传来电梯滴答的声音。叮！我住在1楼，门外根本没有电梯。手机亮了起来，那位离职同事传来最后一则讯息：这一次换你接电话。门外的门把慢慢转动，荧幕反光里，我看见自己身后站着一个人。他穿着我的外套，手里拿着那张员工名单，最下面一行写着一个新的报道时间：凌晨1点13分。而门外传来我的声音：